寒鸦女孩。从前有个妇人，有12个女儿。这12个女儿多嘴多舌，完全不听她们母亲的话，彼此之间也喋喋不休，家里无一刻安宁。有一次，母亲实在受不了了，说道：“我的耳朵充满你们的噪音，愿上帝将你们所有人都变成寒鸦。”12个女孩一起变成寒鸦，飞出门外，差点刺瞎妇人的眼睛。她们从屋里飞上天，最后消失在西边。母亲为失去所有女儿感到悲伤，但已无能为力，因为她有孕在身。当时候到了，她生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孩。当男孩长大一些，问母亲：“母亲，我从来没有过兄弟姐妹吗？”“我的儿子，除你以外，我没有过其他的孩子。”但男孩后来在村里听说，他有过12个姐姐，但都变成了寒鸦。“母亲，我在村里听说，我曾有12个姐姐，直到找到她们，我不会罢休。”母亲一直哀求他留下，但徒劳无用，他只好帮他准备好行囊，送他上路。男孩走啊走，直到看到远处有一户隐士之家，到达门口时已是晚上。他走进去后，发现里面住着一位老妇人。他从未见过比他更老的人，于是跟他打招呼：“愿上帝祝福你，亲爱的母亲。”“哈，儿子，你应该为称我为母亲而庆幸，否则我就将你吞下了。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人类永远不会来的地方？”男孩告诉他，他正在寻找变成寒鸦飞走的12个姐姐。好的，早上我们一起去找他们。他为男孩准备了丰富的晚餐，之后便休息了。早上，老妇人和男孩站到门前，拿出哨子吹起来。世上所有地上爬的动物都过来了。老妇人向地上爬的动物们打听12只独行寒鸦的消息。所有动物都回答说，从未听说过关于寒鸦的消息。此后，老妇人让所有地上爬的动物都回了自己的窝。男孩告别后再次出发。他走啊走，直到晚上到达另一个隐士之家。进去后，他看到一位比之前那位还老的妇人。“晚上好，愿上帝保佑你，亲爱的母亲。你应该庆幸称我为母亲，否则我会让狗熊把你撕碎。但你来到这个人类从来不会到的地方做什么？”男孩告诉他为什么来到这里。“好的，儿子，明天早晨我们总会听到什么关于你姐姐们的消息。”男孩躺下后，如同被人打昏一样，马上睡着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老妇人与他一起站在门前吹响哨子。世上所有4只脚的动物都过来了。“你们有听说过关于12只寒鸦的消息吗？它们永远都在独行。”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从未听任何人说起关于它们的丝毫消息。”4只脚的动物们回答道。老妇人向他们挥手，他们全部散开，回到自己的窝里了。男孩非常难过，谢过妇人收留自己一宿后，便怀揣着希望继续上路。他继续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看到一块大石头的上面又有一间隐士之家。晚上，他到了那里，进去后看到一位比前面2位更老的妇人。“愿上帝赐你美好的晚上，亲爱的母亲。你应该庆幸称我为母亲，不然你就会被老鹰撕碎。你来到这个除你以外没有人类灵魂会出没的地方做什么？”男孩又一次讲述他来这儿的目的。“我的儿子，不要悲伤，明天我们会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的。”他给男孩做了晚餐，并帮他铺好床。天一亮，他们就站在门前，老妇人在那里开始吹响哨子。随后，世界各地长翅膀的动物都聚集到了那里。老妇人看了看庞大的队伍，非常恼火地说道：“还少了一个。”不久后，来了一只乌鸦，它的翅膀在流血。“我一听到哨声，就开始赶来这里。”
但途中我看到一座非常大的红塔，它的高度直达云霄。我在塔里听到了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叽叽喳喳声。来来往往的人们提到，有12只寒鸦住在塔里好多年，但没有人类可以上去靠近它们。趁我在偷听的时候，一位猎人用猎枪瞄准我，开枪打伤了我的一只翅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比小伙伴们迟来的原因。这正是我们需要的，这样其他长翅膀的动物都离开了。那，你这个去了很多地方的男孩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努力不会白费。当你到了那座红塔时，将这2根骨头放在塔旁边，然后想着我。男孩经过漫长的旅途，找到了红塔，2根骨头变成了巨长的藤梯，他可以放心地往上爬，正好可以到达12只寒鸦居住的地方。当男孩踏入宽敞的房间时，只看到1只女孩人形的寒鸦，其余11只正在觅食，只有这1只留在家中看守。起初，女孩被吓到了，但男孩告诉她，他是女孩们的弟弟。经过一段漫长的悲惨旅程后，他终于收获了幸福。突然间，远方传来巨大的声响。女孩跟男孩说：“你先躲起来一小会儿，我的姐妹们来了。我怕如果无法马上告诉他们你是谁，他们会把你的眼睛挖掉。”女孩把男孩藏在第7个房间里。11只寒鸦回来后，翻了个跟头，变成了11个女孩。最大的那个愤怒地说道：“我闻到了陌生人的气味。”之后便生气地在屋子里翻来翻去。最小的女孩让姐姐们平静下来。当我们离开父亲家时，我们的母亲怀孕了，生了一个儿子。男孩长大了后，为了将我们带回父亲母亲那儿，跋山涉水寻找我们。他现在找到我们了，他就在这里。但为了避免你们因为不知道他是谁，为什么来到这里而伤害他，我便将他藏起来了。随后，女孩们将弟弟迎出来，一个个拥抱他。接下来就该一起回家了，但在这之前，他们发誓从现在开始将成为顺服父母的女儿们。当时候到了，他们13个从藤梯上下来，弟弟带领姐姐们回到了父亲家中。当他们进门时，父母亲高兴得不知所措。从那时起，女孩们变得温柔顺从、乖巧孝顺，好名声很快传到了外面。12个女孩都找到了诚实可靠的丈夫，而且她们在同一年进入了婚姻殿堂。弟弟也找到了一位贤惠的妻子，也许到今天，他们都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